來，咱們今天把門關起來，好好嘮嘮特斯拉。我知道現在提到特斯拉，大家腦子裡蹦出來的詞兒大概率是剎車、降價，馬斯克又是世界首富了，或者滿大街跑的 Model Y。但如果咱們把時間的滾輪往回撥，你會發現這家公司能活到今天，簡直是統計學上的奇蹟。它的成長史完全不是那種爽文男主一路開掛的故事，而是一部充滿着背叛、豪賭、差點破產，以及在法律邊緣瘋狂試探的驚悚片。咱們得先把那個最著名的誤會給解開，特斯拉真不是馬斯克創立的。這就像大家現在提到蘋果就想到喬布斯，但很少有人記得他中間被趕走過一樣。特斯拉最早的爹是两个硅谷的硬核工程師馬丁·艾伯哈德和馬克·塔彭寧。那是2003年，如果你稍微有點年紀，應該記得那時候通用汽車幹了一件特別絕的事兒，他們把之前試水生產的電動車 EV1 全部強制回收銷毀了。在通用眼裡，電動車就是個賠錢貨，沒前途。但這兩個工程師不這麼想，他們覺得這事兒不僅有前途，而且是未來。但他倆有個致命的問題，沒錢。造車這玩意兒是工業皇冠上的明珠，那是碎鈔機。就在他們到處化緣的時候，剛剛把 PayPal 賣給 eBay， 手握巨款，正琢磨着怎麼把老鼠送上火星的馬斯克出現了。2004年，馬斯克投了630萬美元。大家注意這個數字，在造車行業裡，630萬連個水漂都打不起來。但在當時，這已經是特斯拉最大的一筆啟動資金了。馬斯克也因此成了董事長。這時候的特斯拉其實是個草台班子，他們的造車邏輯特別簡單粗暴，這不就是個大號遙控車嗎？找蓮花汽車買個路特斯 Elise 的車架子，因為那車輕，然後去買幾千節筆記本電腦用的18650鋰電池，拿膠水粘起來，再裝個電機，齊活兒。這就是第一款車 Roadster 的構想。聽起來是不是挺像現在的手工梗？但真幹起來問題就大了。首先是電池，把幾千節電池串在一起，這不僅僅是電量的問題，這是個移動的炸藥包。怎麼散熱，怎麼管理電量，當時根本沒有現成的方案。然後是變速箱，因為電機扭矩太大，一腳油門下去，買來的變速箱直接就打齒碎裂。本來計劃成本7萬，賣10萬，結果一算賬，光物料成本就幹到了12萬，這還不算人工和研發。賣得越多，虧得越慘，這生意沒法做。這時候，馬斯克那個著名的暴君性格第一次展露無遺。他覺得創始人艾伯哈德隱瞞了真實的成本情況，管理混亂，導致項目延期。2007年，馬斯克直接發動政變，把親生父親艾伯哈德趕出了公司，甚至連門禁卡都給消磁了。這事兒後來鬧得非常大，兩人打官司打了很久。最後，法律上判定特斯拉的創始人有5個，馬斯克算1個。但這種激烈的內部清洗也奠定了特斯拉後來那種誰行誰上，不行就滾的殘酷文化。好不容易熬走了創始人，時間來到了2008年。各位，這個年份太特殊了，金融海嘯來了，雷曼兄弟倒了，全球車企都在排隊領救濟金，誰會投錢給一家造出來的車既貴又不可靠的初創公司？那時候特斯拉賬上的錢據說只夠維持幾天。馬斯克自己也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，他把房子賣了，甚至要去朋友家借宿。他後來回憶說，那是他人生最痛苦的一年，一邊要處理 SpaceX 的3次發射失敗，一邊要面對特斯拉的破產倒計時，每天醒來枕頭上都是淚水。就在離破產可能只有最後幾十個小時的時候，劇情發生了反轉。戴姆勒，也就是奔馳的母公司，派人來考察。馬斯克知道這是最後的機會，他玩了一招空城計加極限操作。他把一輛 Smart 改裝成了電動版，換上了特斯拉的電池和電機。當戴姆勒的高管一腳油門下去，這輛買菜車像跑車一樣衝出去的時候，德國人被驚到了。戴姆勒隨手投了5000萬美元，就這5000萬把特斯拉從 ICU 裡拉了回來。拿着這筆錢，第一代 Roadster 終於交付了。雖然這車毛病一堆，漏風漏雨，還得像伺候祖宗一樣伺候電池，但他幹成了一件事，他證明了電動車不一定非得是老頭樂，它可以很快、很帥、很拉風。這是特斯拉品牌高端化的第一步。
活下來之後，馬斯克膨脹了，或者說他開始賭更大的了。2010年，特斯拉上市了，它是自1956年福特上市以來第一家上市的美國汽車公司。拿着上市融來的錢，馬斯克幹了一件極其瘋狂的事，他花4200萬美元在加州買下了一個巨大的工廠 NAMI。這原本是豐田和通用合作的工廠，因為金融危機被拋棄了。馬斯克要在這裡造 Model S。Model S 這台車在汽車工業史上絕對是分水嶺。在它之前，汽車就是4個輪子加沙發；在它之後，汽車變成了4個輪子加電腦。馬斯克堅持要在車裡塞進一塊巨大的觸控屏，堅持要用整車 OTA 升級，堅持要把門把手做成隱藏式的。當時傳統車企的工程師看了都覺得這人瘋了，這完全不符合汽車工業的安全規範和供應鏈邏輯。2012年 Model S 上市，這車一出來，簡直是對燃油車的降維打擊。美國消費者報告給了它99分，甚至是打破滿分的評價。為啥？因為開起來太爽了，加速太快了，智能化體驗太超前了。但是，請注意這個但是，這車的質量那是相當感人。電機異響，屏幕漏液，天窗漏水，甚至還有幾起起火事故。那時候有個說法，如果你買的特斯拉沒毛病，那你可能買到了假貨。但即便這樣，因為體驗上的巨大差異，消費者還是買賬了。緊接着是 Model X， 那對著名的音譯門。馬斯克後來自己都承認，他在 Model X 上犯了傲慢之罪，塞進了太多不成熟的黑科技。那個門又要防假手，又要避開天花板，還得密封好，導致量產極其困難，簡直就是產能噩夢的預言。說到產能噩夢，咱們必須得聊聊 Model 3，這是特斯拉真正的生死劫。大概在2017年到2019年，特斯拉試圖把 Model 3做成平價車，這就要求極高的產量。馬斯克當時迷信第一性原理，他覺得人是生產線上效率最低的一環，因為人要吃飯、睡覺，還要上廁所，所以他搞了個無人工廠，想全部用機器人造車。結果呢，徹底翻車。機器人連個線數都抓不準，過度自動化導致生產線動不动就癱瘓。那時候，華爾街的做空機構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一樣圍了上來。所謂做空，就是賭你股價跌，你越跌它越賺。當時做空特斯拉的資金規模是全球第一，所有人都覺得馬斯克這次死定了。馬斯克自己也說，當時距離破產最近只有1個月。為了救命，馬斯克幹了什麼？他把那些昂貴的自動化設備拆了，重新招人。因為工廠沒地方了，他直接在加州工廠的停車場空地上搭了一個巨大的帳篷，在帳篷裡造車。你能想象嗎？幾萬美元的高科技產品是在露天帳篷裡敲敲打打出來的。那段時間，馬斯克住在工廠裡，睡在會議室的沙發上，甚至桌子底下。他就是要讓所有員工看到主帥就在前線，咱們得背水一戰。除了產能地獄，還有資金鏈危機。2018年，馬斯克精神壓力大到崩潰，他在推特上發了一條著名的消息：我考慮以420美元的價格把特斯拉私有化，資金已到位。這條推特直接炸了鍋，美國證監會 SEC 找上門來說他操縱股價。最後的結果是罰款4000萬美元，並且馬斯克被迫辭去董事長職務，只能當 CEO。那是特斯拉最黑暗的時刻，內憂外患。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劇本要以悲劇收場的時候，神秘的東方力量出現了。2019年，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破土動工，這個速度真就是中國奇蹟。當年開工，當年投產，當年交付。上海工廠不僅救了特斯拉的產能，更重要的是依托中國完善的供應鏈，把 Model 3的成本狠狠打了下來。這一下局勢徹底逆轉，隨着中國製造的 Model 3開始交付，特斯拉的股價像坐了火箭一樣蹭蹭往上漲。那些做空機構像大衛、艾因霍恩、吉姆、查諾斯這些華爾街大佬，褲衩子都賠沒了。這一戰，馬斯克不僅活下來了，還直接封神。到了現在，故事進入了大家熟悉的階段。Model Y 成了全球銷冠，不管是油車還是電車，它都賣得最好。那個長得像不鏽鋼棺材一樣的 Cybertruck 皮卡也量產了。這時候的特斯拉其實已經在講另一個故事了。
大家看現在的財報會發現，馬斯克聊車聊得越來越少，他聊的是 FSD 全自動駕駛，聊的是那個叫 Optimus 的人形機器人，聊的是 Dojo 超級計算機。現在的特斯拉本質上是一家披着車企外衣的人工智能公司。它的邏輯是，我賣車只是為了讓幾百萬個帶着攝像頭的終端跑在路上，幫我收集數據，訓練我的 AI。咱們總結一下，回顧特斯拉這20年，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規律。這家公司最大的護城河不是電池技術，也不是電機，而是頭鐵和容錯率。你看它的每一個關鍵節點都是在反常識操作，別人做混動過渡，它直接做純電；別人用激光雷達做自動駕駛，它死磕純視覺方案；別人都在搞 4S 店，它搞直營。他一次次把自己逼到懸崖邊上，然後再一次次靠着技術突破或者商業豪賭跳過來。這種向死而生的打法，傳統車企學不來，也不敢學。當然，咱們也別把它神化了。特斯拉現在的毛病依然一大堆，內飾簡陋，被人叫毛坯房；自動駕駛雖然激進，但也出過不少事故。馬斯克那張嘴更是隨時可能給公司招來麻煩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正是這條鯰魚硬生生地把沉悶了100年的汽車工業這潭死水給攪渾了。他逼着奔馳、寶馬、奧迪不得不轉身，逼着豐田、章男不得不鞠躬道歉，也催生了咱們國內這一大批優秀的新能源車企。從被嘲笑的玩具到破產邊緣的掙扎，再到如今的行業霸主，特斯拉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特別樸素但也特別殘酷的道理：如果你想顛覆一個舊世界，除了要有仰望星空的理想，你還得有一顆能在泥坑裡打滾，在帳篷裡睡覺，在絕望中死磕的強心臟。這就大概是特斯拉一路走來的故事。不論你喜不喜歡馬斯克，這家公司的歷史絕對是商業史上最值得反覆咀嚼的案例之一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這兒，下次咱們有機會再扒一扒 SpaceX 那個更瘋狂的火星。